如果你和一具尸体共住在一个房间里面，你可以坚持多久呢？可能有小伙伴会说，那亲人去世的时候，为了表示尊重，有的时候也会守灵，但这也算是一群人待在一起陪亲人的最后一程了。不过你见过和自己父母尸体连续住了4年的人吗？这个人得有多么的孝顺，才能不让父母入土为安？莫不是有一些邪恶的企图？是的，没有错，他处心积虑的做这些，完完全全是为了父母的养老保险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父母还是被这位白眼狼给害死的。2023年，来自英国埃塞克斯的一家医院里面的医生对自己的2个病患十分的担心。这2个病人是一对老夫妇，2个人都已经70多岁了。每隔不久，他们就得回医院进行一系列的复诊。由于长期只看这位医生，所以他们之间非常的熟悉。2个老人基本上都会定期复查，从不缺席。而这一次，已经过去了好多年，他们都没有来过。于是，这位医生联系了警方，想让他们替他去看看这2人的身体情况。2023年9月，当警方到达了他们家后，得到了一个可怕的真相：2位老人纷纷离世，并且尸体已经在家存放了好多年了。唯一能够找见的是一个多年来一直住在这栋房子的女主人。36岁的弗吉尼亚·麦卡洛是2个老人的女儿，她在埃塞克斯郡切姆斯福德长大。这对夫妇有5个女儿，而弗吉尼亚是最小的那一个。他们一大家子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。父亲约翰·麦卡洛是一位退休讲师，而母亲洛伊斯是一位家庭主妇。约翰和洛伊斯去世的时候都已经年过70，生前丈夫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以及高胆固醇血症，而妻子洛伊斯患有广场恐惧和强迫症等一系列精神问题，所以夫妇俩长期得一同前往医院看固定的医生。对于弗吉尼亚来说，姐姐们要么结婚，要么搬出去住，只有她独自一个人和年老的父母一同居住，直到她30多岁。父母也是很着急啊，小女儿又不结婚，也没有工作，以后怎么办呢？父母的催促也让弗吉尼亚产生了一定的压力。不过在2019年的时候，弗吉尼亚告诉父母自己正在学习，想要成为一名艺术家，等到学成后就能够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了。对此，父母听完后还挺开心的，一度以为小女儿终于要长大了。可是这个夏天却成为了父母生前的最后一个夏天。2019年3月，弗吉尼亚做出了一个恐怖的决定，他策划了一系列谋杀父母的计划。首先，他积累了大量的处方药，并购买了一把刀和碾碎药品的工具。2019年6月17日，弗吉尼亚给父母准备了一杯鸡尾酒，里面混入了他碾成粉末的致死量的处方药。父母很是惊讶，但父亲还是喝下了女儿精心调配的鸡尾酒，可是母亲却没有喝。直到第2天早上，父亲一直没有动静，而母亲却已经起来了。很明显，父亲去世了。弗吉尼亚担心母亲看出什么端倪，于是在他躺着听收音机的时候，直接用锤子袭击了母亲，并且用刀刺死了她。在此期间，由于母亲的反抗，弗吉尼亚的手上还留下了伤口。在作案结束后，他赶忙去了医院进行治疗。在这之后，他去商店购买了40块木材以及水泥和沙土，随后又买了许多其他物品，包括手套、睡袋、胶带和梯子，准备处理父母的尸体。他在父亲的书房一角用石块堆叠，并用白色填料固定，最终造了一个简易的矩形墓穴，上面还盖着多条毯子，还挂着许多照片和油画。他把父亲的尸体放进了睡袋，并且为了防止臭味溢出，外面至少包上了11层塑料。而母亲也用同样的方式藏在了楼上的衣柜里。过了2天，丧心病狂的弗吉尼亚像是没事人似的，假扮他的母亲去银行获得了信用卡的密码，然后还用了这张卡购买了珠宝和衣服。在这之后，他又编造了一系列的谎言，隐瞒了邻居、朋友、亲戚以及他们的医生。不过隐瞒父母只是一系列欺骗行为的开始，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，弗吉尼亚又编织了一张错综复杂的谎言网来解释了他父母的缺席。他告诉家人和医务人员，他的父母要么身体不适，要么外出度假，要么长途旅行。在整个新冠疫情期间，弗吉尼亚利用有限的身体接触和限制来为自己谋利。他阻止任何人来到他家里，还通过父母的名义发送生日贺卡、礼物和短信来欺骗亲戚，假装他们仍然还活着。在此期间，弗吉尼亚继续住在父母家中，每天面对着父母的尸体仅仅几步之遥。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和自己父母尸体一起居住这么多年的。他还从父母的养老金中取出钱来还他之前所欠下的债。那说到欠债，据警方后期调查，在谋害父母之前，弗吉尼亚一直在努力应对严重的财务和个人欠债。作为这位夫妇的主要照顾者，他越来越依赖他们的经济支持，同时还以他们的名义欠下巨额的债务。到谋杀案发生时，弗吉尼亚已经欠下了将近6万英镑的债务。在还完欠款后，他又在博彩网上输掉了2万多英镑的钱。眼看着父母的养老金有限，他就开始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，以及透支父母的信用卡。据统计，他花掉了死去父母将近15万英镑的钱。而这些事情通通发生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期间。当时的政府和社会因为疫情忙得手忙脚乱，因此一些限制措施反而助长了弗吉尼亚的欺骗行为，像是不
出门不来往，所以就连医生也没有察觉到两个老人的异常情况，直到新冠疫情大范围退去后的2023年。2023年9月，当时麦卡洛夫妇的全科医生注意到约翰错过了几次预约，也没有领取处方药，于是他感到担忧，这也敲响了警钟。尤其是因为这对夫妇在莫名取消预约后，也没有和医生及时取得联系，这很是诡异，所以医生就报了警。在9月13日的时候，警察第一次来到这所房子，没有发现麦卡洛夫妇。弗吉尼亚接待了警方，但他继续装蒜，告诉警方父母正在外面旅游，大概于10月份才能回来。然而这一言辞一度引起了警方的怀疑。2023年9月15日，警方获得了搜查令后，直接破窗而入。他们在住宅内相继发现了约翰和路易斯的遗体，并且立刻逮捕了弗吉尼亚。在警方的随身摄像头镜头中，可以听到他承认了自己谋杀了亲生父母，并说：“我知道这天终究会来，我服刑是理所当然的。” Yeah. 尽管他认罪了，但也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，还声称是父母虐待他。但这一说法后来被其他的家庭成员驳斥为虚假的。最后，弗吉尼亚被指控2项谋杀罪，并多次出庭受审。在这些诉讼过程中，人们发现他精心策划的这些谋杀案，因为他想向父母隐瞒自己财务管理不善的事实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在操纵父母，利用他们的善意来掩盖自己不断增加的债务。在2024年10月的宣判中，弗吉尼亚对2起谋杀案供认不讳。法官约翰逊判处他终身监禁，最低刑期为36年。在这之后，他才有资格获得假释的权利。约翰逊法官在宣判时表示，弗吉尼亚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应有的信任，并指出这些谋杀是为了个人利益和掩盖真相而实施的。不过，法庭还获悉，弗吉尼亚曾经被诊断患有偏执症和自闭症，但他的辩护律师并没有辩称这些疾病可以原谅他的行为。相反，有人认为这些疾病可能是导致他行为的原因，因为弗吉尼亚一直在与孤独和绝望的感觉做斗争。他谋杀的动机似乎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。在犯罪的前几年，他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债务，其中大部分都是以他父母的名义。面对父母发现他财务管理不善后的表现，弗吉尼亚采取了激烈的行为，确保他的秘密不会被揭露。然而，经济上的绝望并不能完全解释谋杀的残酷性。弗吉尼亚对于父母和其他人都有着长期的欺骗和操纵。他曾多次谎报自己的工作和财务状况，向父母做出虚假保证，同时继续欠款。这种欺骗模式再加上他的心理健康问题，共同导致了他作案的动机。在一份受害者影响声明中，路易斯·麦卡洛的兄弟理查德·布彻将他的侄女描述为非常危险，并表示这些谋杀破坏了他对于人性的信仰。家人甚至不相信弗吉尼亚会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。虽然法官也提出了关于心理健康在犯罪行为当中的作用，而弗吉尼亚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得到了证实，但这并不能免除他最终应得的罪行。他的行为将在未来的很长段时间里影响到他的家人和社区。这个案件也提醒着我们，就算在最亲密的家庭关系当中，欺骗和暴力事件也并非不存在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弗吉尼亚的案件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郑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